那非常谢谢那个米兰的 Kiki。那 Kiki 米兰成立了13年了哈，那本来在基隆路哈，那时候我跟他们一直都有一些互动。那 Kiki 是好像接了几年，你接台湾的米兰几年？做台湾总经理大概第3年。第3年哈，那他非常的，他的求知欲望非常的强盛，然后他到处参加各地的广告节、广告展。那所以当我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借这个场地的时候呢，他其实蛮高兴的，因为他也讲说，他知道有3位朋友来分享哈。那我们也本来跟香云也谈好了，澳美也愿意，但后来澳美这个场地有一点小，所以我们在昨天最后的一个课中间，我们后来决定还是到米兰这边来。那我们当时担心，因为从这边走到这一段有一段路嘛哈。我刚刚问了第一，他说其实员工很高兴，因为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要介绍3位，我们这次很难得，因为我没想到哈，本来昨天还要评的，那今天就大家休息，结果我们前天就评完了，所以昨天他们已经休息了，今天我就不放过他们。我说既然都来了，好，那我就想说一定要找他们来跟大家分享哈。那这3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哈，第一个是郑一平啊，郑一平。他所掌管的公司，曾经2度的拿到了台湾的风云榜代理商哈。那他是做创意的，但是他后来又去做经营管理哈。那这个也是让人家觉得有点奇怪哈。那然后 Norman Norman， 我看他有些很明显，他帮广告杂志写文章哈，他最近要出一本书。其实我找他来之后有点后悔，为什么？这个因为他本来在漏，但是他接着就要去接到 UT 当这个亚太区的创意资讯，对啊，北亚区的创意总监。那我又找了常英辉，我就觉得2个 JWT 的都当评审，会不会有点怪？但后来我已经跟他讲了，还是找他来。Norman 其实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各地当过很多评审啊，各个大大小小的国际奖项啊，那他都是到处都看到 Norman 的。那这一次我想也请他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还有一位Thomas Young， 他是前几年坎城的最大的几个平面广告奖的得主啊。他做的东西，待会他刚刚一直跟我讲，他昨天就跟我讲说他时间可不可以赶在最后，因为他说他讲平面的东西会讲很多。然后呢，他刚刚来的时候说我们要去米兰的时候，他说：“那我讲平面的会不会跟？”我说：“不是，跟讲的是创意，不是讲平面又不是讲这个立体，你讲的是创意那 Thomas 最大的一个你们上他的网站，等一下他会介绍，很精彩。他是一个我们叫做什么 cyclist 就是车手，骑脚踏车的。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做跟脚踏车有关，得了坎城最大奖的好。那我们现在欢迎这个3位，热烈鼓掌我们的次序是先请希娜，然后请 Norman， 然后呢是 Thomas， 因为他先说他要讲的比较久，他刚才在问我说有没有时间限制，我说6点前结束，他说这样讲不完，那我就说好吧，随便你了，这样你来 OK 就好。那我们就先请 Sina， 那然后结束之后会有一个 Q&A 都可以问那都可以提出你的一些看法好，谢谢各位。那你们要不要给我一点掌声？因为我觉得机不可失，我就赶快把他们3个人抓下来。好，谢谢。谢谢老段。我很高兴被他邀请来台湾做评审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做经营管理，我现在回到我自己的本业，广告都是本业嘛，比较擅长部分就是创意那其实我也非常高兴，但是老实说压力也有点大。我后来知道就是说做管理呢，只要逼数字，可是做创意呢是要重视非常多的细节。那我不知道今天老段给我的题目是说，
在中国做广告的一些状况，那我的看法跟心思吧。那其实我虽然是回来台湾评审啊，这次台湾的作品只有我们看到只有100多件嘛，那参赛数是400多件。那我记得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做过 4A 的那个理事长，副理事长。那个时候的每一年，大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将近990件到1000件之间的时候啊。那每一次评审的时候，都是2-3天通宵熬夜的评审啊。那我们这次我觉得我们这次虽然件数不是那么多，100多件就是入围的作品，但其实我觉得蛮高兴的，就是我看到一个台湾在很多创意的发展上面。不同的那种百花齐放啊，还有就是说思考的深度，或者是说创意的执行的各式各样的执行的层面，我觉得丰富性很高。那其实这是我想要真的说的话，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很proud这个 4A 的广告的作品。那但是我今天来谈中国的时候，我可能要让各位去感受一下，就是说中国这个环境其实。东门也在，东门待会可以补充，就是它不是那么容易产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作品，因为中国非常的大，那人口也很多，那我们常常说一个省就是1亿人，那个思维其实我觉得确实在我的心里有一些质变，然后因为我在中国大概回来做创意做了3年，大概我们3年。我们被看到的东西大概就1-2件东西，然后通常客户的预算如果没有花到人民币1亿，你是看不到的。好，基本上客户如果说跟我们讲他只有3000万，那后来就变他只能做一些互联网的东西。好，所以也培养了就是传统广告公司必须 push 我们自己什么都要想。好，那我们回来看，就是说，其实阳狮中国并不是一个以创意擅长的公司，在过去就是说我们的 reputation 没有那么好。然后其实我是2012年2月1号回去的，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去让自己被看到？因为当你被看到，你的竞争者会看到你你的客户才会看到你。所以你的作品必须要被看到，那这个其实广告奖其实是一个还算重要的一个平台。那尤其是戛纳，就中国叫戛纳，这边叫坎城，尤其是坎城已经变成不是一个作品的竞技，而是一个 agency 很重要一个媒体。agency 在上面，你得奖就是帮自己做广告，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破壳，然后如何在现有的客户里面可以多做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快速，大家都很没有耐心的地方，我们常常去提案，就是客户就说明天就来吧，再提2个来看看吧。他常常会有这些给我们蛮大的一个时间的压力。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是做创意的同事们你们最重要的思维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符合时间，但是还可以为自己多做一些因为给客户要的东西的那把尺，在过去其实我们都做过，而且那个其实不难其实最难的是过心理那道关卡，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做。那中国大陆呢，在过去2年有一个非常，我现在还在思考，其实我还没有思考的非常的完整叫做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我有一次比稿在那个美的，有个客户叫美的这个客户，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互联网思维。起因是这样，起因是小米的雷军在互联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说他将来要做豆浆机，然后所有的就说媒体就开始去炒，然后就说小米要开始做豆浆机，接着呢就有谣言出来说，那个九阳豆浆机要被小米买了，接着九阳豆浆机的股价就涨，然后就说小米的豆浆机长成什么样子，在网络上都出来了。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有帖子又说，已经被订了1000万份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哇，那这怎么做啊？我们怎么在这种思维之下去做很多的变化？然后其实我们也在讨论，就是说广告公司创意到底要从哪里去发展？其实这都是很多的问题，每天都在问自己。于是呢，在有一天我们又有一个就是创意部的同事，他就跑来找我，他就说：“欣啊，他说我的一个朋友是在大陆做脚踏车店的哈，他被那个小米收购了，然后他打算就是告诉他说，你问他说，就说他说他要很高价买他这个脚踏车，因为小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脚踏车变成一个互联网思维。”我就问他说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他说很简单，互联网思维就是说小米什么都不要做啊，他只要在互联网上讲说，我明天要开始做脚踏车了，然后这脚踏车会跟你的电脑会跟你手上的这个 Nike Fuel 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他的消息一出去的话，可能他的订单就是500万台，所以原来的这个脚踏车他原来一年只卖20万台。那他要马上就开始去准备500万台的一个销售，然后我说那我们还要做广告吗？那广告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互联网思维，那又在中国这种淘宝啊、电商啊这种架构之下，其实很多的疑惑，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答案，我只是跟各位分享，这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很多的疑惑。那于是我也跟我的 team 讲，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讲说 ，OK。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有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我们希望是可以 help 很多的人，而不是只是做它的产品而已。好，于是我们每2个礼拜，其实我们公司有个叫做 passion work， 就是passion work 的一个 process。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想，那我们广州的 team 就想到一个，就是说。他说他们想到一个从互联网的角度，他希望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有用过 WeChat 嘛，对不对？大家用过 WeChat， 那 WeChat 是说 ，WeChat 是一个每天你可以在上面说话，可以用 voice 嘛沟通，大概是60秒的时间。那广州的 team 就想出一个 idea， 就是说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 The Reader，The Reader 是一个。在那个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1次大战、2次大战，就是说有一个女工，她后来跟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后来那个年轻人呢，因为他在2次大战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人性的价值，所以他就坐牢。于是有一个年轻人就每个礼拜就念书给他听，因为他不识字，就念书给他听，然后他就练习写字，于是他就会。那我们从这个idea 里，我们就转出了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帮 WeChat 做一些事情，然后它是可以去帮助人的。好，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叫 Voice Donor。WeChat, the most popular and pervasiv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enables voices to be used as messages during communication. Every da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voice messages are sent. Can we do something more valuable than just chit-chatting? Idea, the voice donor. Let's change voice messages to voice donors. We have created a platform on WeChat to invite users to donate their voices for the blind. A 1-minute text message is pushed to the donor's device by our system. Through the voice function, 1-minute audiobooks can be created. Our system will then perform an analysis to the voice messages received and put them into an order. The audiobooks will be available to every blind person over WeChat. Each donor can invite their friends to donate their voices. 400 million WeChat users working collectively to tackle the problem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books for the blind to read. At the same time, we've obtained media spaces in more than 1,000 blind massage parlors to invite more people to become voice donors. 这就是喜马拉雅即使爬上了山丘。Within just 2 months, we've already collected 10 audiobooks. 感谢微信平台。Now you can become a voice donor on WeChat.
与微信用户进行一个连接，全球首创。The reception of WeChat's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 has been revolutionized. 我们先想出这个 idea， 然后其实我们就腾讯刚好是我们在广州的客户，所以我们就跟他的技术部门一起去做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交流。那其实Amy做这个事情就是完全去跟那个WeChat 的技术部门，因为如果说独立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还有就是说怎么样把数据解构啊。那后来我们在说。 大数据的意义就是说啊，其实它是在刚开始的1个月啊，我们把它丢上去之后啊，是无声无息，就是几乎是你听不到什么回应的。但是4个礼拜之后哈、这个质变就发生了，那个开始有你是不是以前我们 DDD 的同事？质变就发生了，然后那个开始很多名人进来了，名人都是自己进来的。那个，比如说中国很有名的，你像我这一辈的那种，有一个播音员叫熊宇阳啊，大家知道，大家如果知道熊宇阳，跟我年纪差不多了，或者是小时候，非常有名的很多播音员都一直进来，所以这个 case 就跟滚雪球一样。那腾讯的内部也开始去做这个内部的宣传。其实滚雪球很大，后来就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也跟着进来。因为那个其实很多的互联网里面有很多那个也是他们的对手，就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其实我们收集了蛮多负面的消息。其实后来我发觉负面消息其实都是来自一个那个 IP， 就是阿里巴巴进来的负面消息。后来我们其实就希望也可以就是继续这样的。那腾讯把这个案子不仅是有声书，然后他们也出了 CD 这样。那其实这个案子给我们蛮大的一个回响，是说我们做了这个案子之后，很多人都来找我们，就他们觉得这个是在互联网上一个非常好的增加品牌形象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也没有料到，其实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大的滚雪球效应，所以我才说互联网其实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互联网思维，我觉得大家都讲，就是它的加入性是非常及时，而且是可以一个传一个。所以我们在做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在做这个刚刚你看到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报奖的时候是报另外一个，那这个是我们重新做，就是说它是从腾讯的角度去做很多技术上的解释，因为其实做这件事情是需要很多技术上的解释，譬如说这个书要怎么分解呀，那么多人的声音，很多人都在质疑，包括我在做艾薇奖评审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评审他们的质疑是说，这么多的人念的声音怎么可能变成一本书啊？那因为我那时候评审，所以我都没有说话。可是最后其实就是说，这好像是一间像中国那么大的教室，每一个人轮流接力，就像我们小时候老师点你站起来读一本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想法去做出这个创意。那我们刚开始其实这个创意讲故事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早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老外是看不懂的，因为老外并没有这种 voice message 的 function， 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当时剪的其实还蛮感人，可是老外都没有感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是说微信有这样的一个功用，所以我们这次重新剪了之后，我们在 Spike 上面就拿了一种，我给各位看其实讲故事也很重要，我给各位看我原来剪的这个。In China, more than 700 new books are released every day. But for 12.6 million blind people, it means nothing. WeChat,
The most popular messaging communication service in China invites 600 million users to use its voice function and donate their voices. Just 1 minute per donor. And those without sight will have books to read. It's simple. Idea, the voice donor. We make us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space in bookstores, the new arrivals. We design special new books. When you start reading the book, you will find all the pages empty.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 books is a QR code that serves as an invitation. We also have bought media space in blind massage parlors where almost 50% of the Chinese blind people are employed. We set QR codes under the massage couches to invite more people to be a voice donor. Guests will inevitably receive an invitation before their massage. Simply connect to the voice donor WeChat account and read the words the system sends. 这就是喜马拉雅即时爬上了深秋。We'll collect the voice files and produce audiobooks, so those who can't see can now listen to the readers via WeChat. Result: each donor is the media. They become the advocates of the voice donor through WeChat and social media, and they can invite more social network friends to be voice donors. In only 2 months, we have made 10 audiobooks with the voices of nearly 200,000 people. Now, you can become a voice donor on WeChat. 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一个是从 WeChat 角度，一个是从盲人的角度。那从盲人角度就是说，在中国的整个市场大家都懂，而且引起蛮大的回响。但是这个作品在 regional 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因为他们不太懂 WeChat 是什么，然后也不懂这个function是什么。所以刚才那个重新剪接是不做的作品，就是重新讲同样的故事，去讲给那个国外的评审听，让他们比较清楚这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所以其实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那个国际评审的体系。我想，其实尤其是在这种 APP 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你要去讲怎么样去讲这个故事，会影响这个作品到底得分的程度啊。那另外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同时，百度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百度他们做的也是从一个数据的角度去观察了一个蛮重要的比赛，就是他们发现就是说每一年的高考这些小朋友在填志愿的时候，他们譬如说有40%的人是落榜的，但是这40%它基本上有这个落榜的里面其实有好像是50还是多少。是基本上他的分数是够的，只是他填错了志愿，也就是说他填的志愿竞争性太高，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进那个大学。所以百度就从这个大数据里面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视频，他们而且做了一些 APP 去跟这些年轻人connect。他们这个主要的发现是说，年轻人是百度其实是需要争取。他没有办法争取到他们，所以当他们在寻求这些人接触百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insight， 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在高考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填志愿。如果百度在这个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他们很重要的 helper， 那他们至少最早去接触百度，可以跟百度有更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所有的互联网都在抢这个读者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这个，也是根据这样的数据出来的东西。虽然说他的我觉得他出来的说的故事并没有很漂亮，可是我觉得他整件事情是很感人的。其实我在中国的 IFA， 我特别把这个作品提出来。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当这个政府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一个互联网的公司运用它互联网数据的能力，去帮助了这些，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小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填志愿，然后他们可以运用这个 APP 的下载，同时接触了百度，同时也得到了百度的帮助。那这是一个产品，但是我们就在讨论说，在未来在我们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去帮客户去create一个产品，还是只是等客户给我们 briefing？
那这件作品其实，我跟他们百度人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说他们是从他们媒体里面找到了这个比赛，从年轻人媒体里面找到这个比赛，所以这个产品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他们很好的一个活广告，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我给各位谈一下这个产品。1977年恢复高考，挽救了千百万人的命运。直到现在，高考都是决定年轻人命运的途径。2013年，全国730万高考考生，有335万人落榜，其中46%的落榜考生因志愿填报失误所致。可以说，好的志愿填报能助力好的未来。学生考不考得上大学，分数只是一方面。46%落榜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因为信息闭塞，志愿扎堆儿。考生只有避开竞争，选择了理想大学，才会让每一分都有意义。手机百度是一款移动搜索客户端，用户以00后和90后等年轻用户为主，其中学生正是手机百度的主要增长用户。传播目标：解决考生报考难题，培养产品下一代用户，提升品牌的公众形象和美誉度。手机百度利用自身资源，帮助考生考上大学，让每一分都有意义。为此，手机百度利用独有的大数据资源优势，切实帮助学生解决信息闭塞难题，避免志愿撞车。在活动主题下，开发活动 H5页面。新媒体传播，公关 PR 宣传。1. 使用手机百度。2. 搜索高考，进入高校热力图。闹钟醒得更早，才觉不负梦想。委屈，甚至焦虑。你曾最讨厌分数决定一切，现在不想反驳，只想抓好每一分，因为一分可能与梦想渐行渐远。志愿填报，你有更聪明的选择。手机百度推出高校热力图，实时显示高校搜索热度、报志愿、防撞车，让每一分都有意义。为进一步提升手机百度产品在市场庞大的3、4线城市的影响力，策划了东方时空专题报道，借助央视的权威形象和全息影像的科技感，为产品背书。配合主题，我就不放，因为他做的实在是很 boring 嘛。但是这整件事情啊，其实就跟 WeChat 一样，我觉得他是很有的。他今天只是没有找广告公司做。你刚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百度那个一个新的叫做新商品开发部，他们从商品的设计、APP 的设计，然后到怎么样recruit人，然后到怎么样传播，然后包括 TVC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找广告公司呢？”他说：“因为时间太赶，所以没办法跟广告公司一起做。”那其实我在想说，这边当然很多数位公司还有广告公司。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真的要去思考，未来其实我们真正的战略伙伴跟我们真正的朋友，可能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真的要开始去思考，我们很多客户很多的需求。可能不一定是来自于他给我的 brief， 而是我要去创造 brief， 我要去创造 brief。这可能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维护人最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对于一个传统网络公司来说，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所以你还是要拍很好的题目，你还是要做很棒的概念，但是你还是要去思考是说，你怎么样去创造新的 brief， 你怎么样去在现有的平台之下去创造新的 brief。那我跟各位share一下，因为段总在说我说的太多了。所以我没吃，我说控制时间，有时候控制时间有。好，那所以后来我想我们就变成一个我们就有一组团队，他们变成一个发现问题的人，就是他
他们要去寻找问题。因为如果你想要得奖，你如果去看坦诚从 digital 所有的奖项几乎都跟解决问题有关。那问题是被创造的。如果你看到一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创意力量。所以你要帮助客户去看到问题，你要帮助客户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是最好的创意。好，因为我是 copy base 的，所以我们最大的能量可能来自于界定概念跟界定问题，然后我们希望比较好的支持，能够把这个创意给执行出来。然后甚至现在我们的团队也发展一种精神，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把它做出来，因为如果不做出来，客户不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好，所以 WeChat 其实我们做了2/3的平台。那我现在跟各位谈的2个例子，也是我们几乎做了2/3的平台。那这里面牵涉到了产品开发，牵涉到了 APP 的创造，那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东西。那因为也拜互联网之赐啊，我们这些被称为传统广告的所谓的在 Jurassic Park 的人，然后做了广告30年，但是我们如何去把自己重新界定在互联网下面，做一个全新的创意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我这3年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上面。那也拜互联网之赐，就是说互联网现在已经变成 above the line， 我也会用，我每天也是 WeChat， 然后我每天用的也跟大家用的差不多，所以我的经验已经跟年轻人的经验已经有可比性了啊，因为它已经变成 popular。当它变成 popular 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学习的是说如何运用这个平台，如何把这个 content 建立出来。所以我跟各位很快的 share 我们后来做的2个解决问题的 case。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个空间变大了。也就是说，当你是一个行销创意人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员的时候，你不再界定自己，只是想一些跟客户品牌给你 brief 的一个问题，而是你可以帮他界定一些小问题，然后帮他解决，然后创造一些机会。我先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开发的一个案子，那是跟帮海尔做的。Haier has inspired countless households with their electronics, but in western rural China, a lack of electricity forces people away from convenient living. Children are compromised to study in dim candle and oil lamp light. What can Haier do? Haier Hugging Brightman, using tandem theory, utilizes one socket to recharge for the entire class without extra energy and money. Children can take it back home for 2 hours of lighting. Their family can share the warm light as well. For most of them,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recognize Haier. So far, Haier Hugging Brightman has enlightened the lives of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in 68 Western country areas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is still growing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aier Hugging Brightman has aroused the public's widespread interest. The problem of a lack of electricity in West Rural China concerns people, and a lot of them want to join the activity together with Haier. Hugging Brightman, we need you. 这个是跟那个上海的那个设计学院一起做的，因为其实我们只会做外形，它肚子的东西其实我们不太会做，因为那里面有什么电路啊，然后也不能太大，然后因为造型的关系，因为刚开始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做出来很像一对 gay， 然后大家就觉得放那个地方，我们说不行，这样会影响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希望买海尔的人捐5块钱，然后这个然后送到教区去，所以这个产品设计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流程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也帮雀巢做一个 APP。
在上海，漫长的人越来越多，同时残疾人也有数十万。他们健步如飞，他们举步维艰，很多小事足以令他们陷入困境。一双腿是否能为两个人生而好？雀巢在送审服务中发现，很多价格微小的生活用品，商家是不会为残疾人特别配送的。他们的困扰现在可以被1米之人的双腿解决。这是一个不浪费任何一场慢跑的 App 平台。当跑者打开 App， 求助符号出现，跑者可以自由选择想帮助的残疾人，他们可以相互交流，也可以通话，双方确认即可启动跑者的能力。与此同时 ，App 还会累计跑者的跑腿英雄榜，鼓励跑者透过社交网络分享，邀请更多的人参与活动，争相成为跑腿英雄，让慢跑更有意义，为爱跑腿。好，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这是寻找问题的部分，我们开始就是说替每一个产品啊，尤其是我们在中国做雀巢，我们在中国做海尔，也做那个腾讯啊，所以我们可以运用百度的地图，这其实就是科技里面最简单的。你们做互联网该知道，就是用百度的地图，然后就是双方交互，一个是就像你打车软体一样，其实一个是需求方，一个是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那我觉得这故事还可以讲得很好啊。那我其实有这个 app， 这个 app 是真的，但是它只有在上海，还没有推广到全部的地方。那我们跟雀巢这个客户也是把这个 app 做出来之后，他觉得说是有趣的，然后他开始在做马拉松的时候，他可以去做。所以其实这不是我真正要讲的，给各位看的。我给各位看这个是希望告诉各位说，其实就是要帮客户找个小问题。那从你今年看 Spice， 或者是从你看凯程，很多都是小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啊，不管是墨尔本的这个 visitor 的这个案例，或者是说中国有一些案例是中国的什么我才忘记，都是在从一个小问题开始。所以如果你可以很成功的颠覆做一个小问题，然后你可以联合所有的资源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最难，因为最难的其实是概念跟创意。如果有个问题，其实最简单。所以我其实看说，在 identify 怎么让 A B 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帮客户找问题，因为这个其实是有意义的。那真正回来就是说 A B C 的角色，就是说 above line 角色应该还是做最好的创意。你能够为你的客户的品牌产生最多引人入胜的概念，其实这也是我这一次评审在台湾看到的非常好的创意。不管我是看到屈臣氏的，就是每一个人需要2个屈臣氏，一个网路的，一个实体的，或者是我看到这个这个全场大奖里面的关于那个板盒的这些议题。我觉得这些议题都很引人入胜，而且它的创意后续啊，后续不能讲后续，我输了哈，后续都是非常。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都在忙着学新东西，其实真正重要是你核心的东西是不是够扎实啊？所以我今天回来，其实也跟各位看一个我们后来做的一个是真正回到我们创意的本分做的一些那个作品啊。那我可以放，可以放，最后还可以放1支到2支。那我就放1支好了啊。但我还最后可以用装拍给你做一个结束嘛？好，也可以。好。那 OK， 那我就放一个，就是我们在中国，其实广告真正的用户还是供应消费者。
说我们可能都忘记了，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很快速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其实呢都是怎么讲，都是应用，都是很容易让你可以有一些思考，但是最重要还是回到广告公司或者是不管是数位公司，最重要的还是创意。创意最大的力量是来自于它可以改变你的思考。那其实我们在中国做一个应该有车叫别克啊，就是别克在这里应该已经那个没有了哈。那但它在全球中国的销售量是在全球的75%，也就是中国是别克的最大的市场。那我们现在后来做了一个别克非常重要的车子，那我们是把它当工艺在做嘛。我们第一波其实是有2波，但是我想我们第一波就不看了，看第2波。第一波是两条嘛，但是第2波比较有影响力啊。第2波其实在谈就是说开车之道就是知道，那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概念。
嘛，那 David Jordan 是新一代的创业的人，他秉持了对互联网思维跟很多的这个就是新生代跟创业的看法，跟开个是一个大概是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对于广告这个产业非常重要的产业，他们这两个人对话。那互联网思维非常重视的是 context， 就我们的内容怎么样带动这个主题那就他的品牌回来提醒我们大家很重要的，包括提醒我啦，其实广告最重要的就是 move people， 我们其实要 move 人们的思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产业。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自觉我们可能在每天的忙碌中我们忘记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媒体的使用者。那这个媒体其实是可以承载非常多的影响力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这也是我大概非常重要的反省我跟各位分享一下他们的对话一段就好。Good afternoon, welcome. I'll do my best to get these guys to have a look at them. Right, so first John and David are going to give their individual views on what's hot, what's not, and the general direction and health of creativity. And then we'll give you a chance to ask some questions. So, Mr. Hegarty, over to you. I thought I'd get up for this. It occurred to me actually coming down, I just want to say to everybody, sitting on a beanbag does not make you creative. All right, that's the first thing, piece of advice I can offer. And I just wanted to sort of make an observation that comes out of kind of years, some say far too many, John, doing this. You know, when I came into advertising,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all wanted to do, hi everybody up there, by the way, I can't see you because of the lights. It's great to see you up there, you know. That we were desperate to kind of create work that became a part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at's what drove us, that's what kind of got us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what we wanted to do. And we talked about ideas that moved people. Now, the other thing I wasn'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doing is doing ideas that kind of creating advertising that tripped people up, that kind of faked that this was a piece of advertising or this was a piece of editorial when it wasn't. What we were trying to do, what I was trying to do, and I think the great people are trying to do, is create work that inspires. That's, to me, fundamental. There's a lot of talk today about how we can influence people on Facebook and we can put messages into Twitter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Personally, this is my view, by the way, and I don't give a shit if you agree or disagree. I don't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an honesty in our creativity, an honesty that says, here's a great idea, and it inspires people to follow it. That's what turns me on. That's why I came into this business. The other thing I'm going to say that in relation to this thing of affecting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at increasingly I'm looking at global work, and increasingly I'm saying global advertising does not work. And I'm looking at, and I'm observing work which glides past people, doesn't touch them, isn't a part of their culture, doesn't connect with them. And I think we have to start challenging that. I think we have to start challenging this idea that kind of global is the right way to go. It might be for some things. We do global work on a number of things, but for most global work, I am seeing a decline in creativity, a decline in impact. And why is it happening? It's happening because, you know, clients are saying it's more cost effective to make one piece of work, it's more cost effective goi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one piece of work, but it's not touching people. So my big thing at a global advertising conference is to say, I'm not sure global advertising is working, and something I think has to change. And
And I think the power of ideas, the power of doing something to kind of change the way people feel or think is, I think, the gift that we've all been given. It's a kind of gift to be able to do that, to be able to come out and to be engaged in doing that.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should be focusing on. And a festival here which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you know, you can't get onto the terrace now at the Carlton, can you? I mean, Jesus, you just can't get on. Never mind trying to have a drink there. It's all getting too complex. It's all getting too big. Perhaps we've got to focus back on what are we trying to do? We're trying to move people with outstanding ideas. And I'm going to stop there, and I'm going to show you a piece of work that I particularly love that we did for Johnny Walker. And I think, in my view, it explains how I feel we should think. So Jean, if you chose this piece of work, thank you very much. I'm faster than you. I'm stronger than you. Certainly, I will last much longer than you. You may think I'm the future, but you're wrong. You are. If I had a wish, I'd wish to be human. To know how it feels. To feel. To hope. To despair. To wonder. To love. I can achieve immortality by not wearing out. You can achieve immortality simply by doing one great thing. 这是我，大家如果要看这个，我把它交给段总啊，要买广告杂志才可以到我这个，大家支持广告杂志。那我有点时间有点超过，但是我想要很衷心的说，我回来台湾评审，我觉得我看到台湾这种作品，但是显然台湾的广告人员还是必须要 promote 自己，而且你们必须更坚强、更勇敢的去 promote 自己，就是在更多的广告奖上，你的作品被看到。然后要会包装，要用多一点心思去看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今天看到奥林匹亚，我们是世界第一，然后很多的数学比赛我们都是世界第一，红点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作品。觉得广告的产业不要太快，因为其实我们的作品是在那里的，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说故事的人，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创意 sell 出去。因为台湾的广告人，我还是觉得在亚洲里面。说故事是最精彩的，因为我们经过了多少的抗争，这个社会环境，然后我们多么的只要每个大陆来的人都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多么 easy 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故事，我希望把这个故事传出去。那这也是我觉得这次来很高兴的地方。谢谢大家。这个很可惜啊。